为裴景产下一子后，我觉得此生已经圆满。睡梦中，我迷迷糊糊听到管家对裴景说：“孩子已经埋了。”我心跳空了一拍，紧接着就听到裴景冰冷的声音：“宋婉的孩子不配做我的子嗣，只有芝芝生的才算。”他打算把柳芝芝的孩子抱来冒充我生的，等到孩子长大继承了我的家产，再让他们母子相认。我死死咬着牙关，冷和痛在心口肆虐。不过在管家抱着孩子进来时，我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这孩子就叫望族吧。多年后，裴望族长大了。娘，爹在外面养了一个外室，叫柳芝芝，看我怎么收拾他！还是我儿孝顺。孙管家抱着孩子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双眼灼灼地盯着他。夫人，贺喜夫人生了个小少爷，侯爷可高兴了，给报国寺捐了1000两白银为小少爷祈福。侯爷真是太疼小少爷了。裴景听到管家的话，紧跟着走了进来。婉儿，以后我们都不生了，我们有这一个孩子就好了。看到你产子那么痛，为夫的心都碎了。如果刚刚没有听到他和管家的话，此时我必然感动到热泪盈眶。但是现在我知道，他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不想跟我生孩子，更是不希望我生下自己的孩子。毕竟我爹留下的万贯家财是留给我孩子的。好，夫君你说了算。婉儿，你好好休息，我让人给你炖了补品，一会儿为夫亲自喂你。说完就迫不及待地带着管家出了我的院子。看着躺在我身边尚在襁褓中睡得安然的仇人之子，我心中怒意翻腾。此刻只要我伸出手就可以掐死这个孩子，但是我却温柔地抱住这个孩子。裴景、柳芝芝，既然你们把孩子送到我身边，我便收着，可将来他还认不认你们，就不是你们说了算了。我和裴景相识于一次英雄救美，他是侯府侯爷，我却只是商人之女，虽父亲是皇商，但地位却是不匹配的。但是他说对我一见钟情，裴景素有才名，又对我各种嘘寒问暖，我也很快爱上了他，决意要嫁给他。父亲只有我一个独女，不同意我嫁给他，还说裴景城府极深，担心我嫁入侯府就是入了虎狼之窝。当时我被爱情迷了眼，和父亲抗争许久，裴景也发誓赌咒会对我一心一意，绝不纳妾，父亲这才同意了这门亲事。入了侯府后，我发现侯府亏空严重，外强中干，为了裴景，我把嫁妆银子拿出来弥补了亏空。父亲知道了，对裴景大发雷霆，觉得裴景奸诈，是为了银钱才娶的我。为此父亲立下遗嘱，他100年之后要等到我和裴景的亲生儿子成年后，再将宋家万贯家财留给他。父亲当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裴景此人不可信，等你有了孩子要好好教导，孩子才是你的底气。父亲留着遗嘱也是让裴景投鼠忌器，保我一世安宁。当时的我不理解父亲，觉得他是杞人忧天，现在的我只想给自己一耳光，后悔没听父亲的话，让自己的亲生孩子被裴景这个狼心狗肺的人残忍杀害。裴望族的满月宴办得盛大，满月宴上，裴景当着众多宾客的面说，女子生产宛如到鬼门关走一圈，我心疼婉儿，我决定有了望族后就不让婉儿再生孩子了。宴席上的夫人小姐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眼神，人人都夸裴景对我用情至深，说我是京中最幸福的女人，还有不乏看不惯我的人低声说着酸话。她不过一个商户之女，居然恃宠生骄，不让裴侯爷纳妾，还不给裴侯爷开枝散叶，当真是不知廉耻。我抱着裴望族站在人群中，仿佛没有听到这些酸话，笑得温柔缱绻，仿佛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心中却泛起阵阵冷意。裴景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的名声在京中烂到彻底。日后哪怕裴景得到我的万贯家财，把我休弃下堂，只怕别人也只会说我恶有恶报。裴景是忍无可忍。满月宴的第2天，裴景带了一个女子回来。夫人，这是我为望族找的奶娘，喂养望族辛苦，有一个奶娘也能为你分担一些。我抱着裴望族，看着站在面前的俏丽女子，双手不自觉地握紧。来人我认识，她就是裴景的青梅竹马柳芝芝。我忍住怒意，淡淡开口，你叫什么名字？为何来侯府当奶娘？奴家叫柳芝芝，我来侯府当奶娘，那是因为奴家刚生下孩子后，那孩子就夭折了。那孩子全身青紫，死得凄惨，他生得低微，连下葬的棺材都没有。他的唇角翘起，那淡淡的浅笑变成了嘴角的嘲讽，就这么看着我，眼神中带着若有若无的挑衅。我知道
柳芝芝说的是我那可怜的孩儿。想到他死前受到的那些折磨，我整颗心仿佛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痛得无法呼吸。柳姑娘可怜，收留她也是给我们望族行善积德了。柳芝芝可怜，我的孩儿就不可怜？这一瞬间，我生出一个想法，抛弃所有，跟这一对奸夫淫妇同归于尽。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满侯府都是裴景的人，我根本没办法手刃仇人，必须徐徐图之。想留在府里可以，但是望族是我和侯爷唯一的孩子，我不放心交给一个外人照看，所以你必须卖身为奴。有了你的卖身契，我才放心让你照顾望族。不行！裴景也满脸不快地看着我。婉儿，你怎么能逼人为奴？太过恶毒了！柳芝芝愤恨地看着我，眼中的屈辱仿佛要把我淹没。我不为所动，抱着裴望族，就淡淡地看着柳芝芝。裴景显然不忍心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羞辱。宋婉，你不要太过分！人家柳姑娘是来照顾你的孩子的，你现在反而让人家卖身为奴，这简直是忘恩负义，卑鄙无耻！这一瞬间，裴景都忘记遮掩一下自己的虚假面容，说话都有些口不择言了。只不过话刚出口，裴景就醒悟过来。婉儿，我说这些也是为了你的名声。那他可以选择离开，又不是我求着他留下照顾望族。说完，我抱着孩子转身要走。好，我同意。我回身看着两人，一个一脸委屈，一个满脸心疼。这两人已经如此肆无忌惮了。一个时辰后，柳芝芝签了卖身契，搬到我院子的西厢房。裴景迫不及待地抱着裴望族送过去给柳芝芝照顾，美其名曰是让我好好休息，依然是平时虚假模样。我站在西厢房窗边，透过缝隙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团聚的画面。柳芝芝抱着裴望族窝在裴景怀中。裴郎，为你和孩子，我都卖身为奴了，你以后可不能负我。芝芝，此生我绝不负你。看到你受苦，我也心如刀绞。你再忍忍，等我们的望族长大，继承万贯家财，我就休了宋婉。到时候让宋婉给你当洗脚婢，让你出一口恶气。我别无所求，只想跟裴郎你在一起。如今我们一家三口也算是团聚了，望族有你陪着长大，你们母子连心，望族肯定也只听你的话。我们有望族在手，让他往东绝不敢往西。宋家几代经营，都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如今你来了侯府，虽然是卖身为奴，但是为夫也一定让你享受荣华富贵，鱼翅漱口，鲍鱼开胃。等明日，我就帮你教训一顿宋婉，先给你收点利息。裴郎，你就会哄我。屋内回荡着两人得意又猖狂的笑声，而我则冷冷地看着，笑吧，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第二日一大早，我正吃着早膳，裴景就带着柳芝芝说说笑笑地进了门。裴景一脸艳足，柳芝芝满脸幸福地抱着裴望族，当真是般配的一家人。我没说话，慢条斯理地吃着粥，裴景却快步走到我面前，伸手夺过我手中的碗，重重地磕在桌子上。宋婉，你还有心思用早膳？这侯府内宅被你管得一塌糊涂。今天要不是我早起来看望族，还不知道你如此恶毒的苛待芝芝。被裴景当众责骂，我还没有生气，我身边的翠云先忍不住了，她上前一步，刚想解释，我就伸手拉住了她，然后淡淡的看着满脸气愤的裴景和一脸戏谑又得意的柳芝芝。夫君这话我怎么听不懂？我是如何苛待柳芝芝的？而且柳芝芝一个下人，也配我来苛待？宋婉，你为什么说话这么难听？芝芝照顾望族辛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居然还刁难她，只让下人用鸡汤弄了碗鸡丝粥来糊弄芝芝。那些燕窝鱼翅是一点看不见，芝芝也是刚生产完，正需要营养的时候，还要帮你喂养望族，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难为芝芝刚刚还帮你解释，说你操持府里的事务太操劳了，是下面人做错了，跟你无关。但是我看你这么悠闲地吃着早膳，哪有太操劳的样子？
你就是舍不得那些燕窝鱼翅野山参，舍不得对望族好。一个个大帽子朝着我扣了下来。旁边的柳芝芝伸手拉了拉裴景的衣袖。侯爷，你消消气，夫人定然不是故意的，也怪奴婢出身不好，配不上这些好东西。他动作亲昵，看着我的眼神还带着挑衅，丝毫不理会旁边还有不少伺候的人。裴景感动地拍了拍柳芝芝的手，然后转头看着我。我看你这个侯府当家女主人是有些精力不济，不如找人分担分担。我心中恍然，一大早发难，原来是已经等不及要我的管家之权了。侯爷错怪我了，我给芝芝姑娘准备的东西都是按照皇室皇子公主身边的奶娘的规格来的。似乎没料到我能如此心平气和，这让两人有些怔愣。夫人不要诓奴婢，虽然奴婢只一个平民百姓，不懂皇家知识，可奴婢也知道，皇室怎会像夫人一样，只给奶娘准备清汤寡水的白粥。裴景闻言皱眉看向我，似要发作。柳芝芝很会察言观色，见裴景脸色变差，继续添油加醋道：夫人想推卸责任，也不该拿皇家人开玩笑。这要是让宫里知道了，侯爷也讨不到好处。裴景听完当即怒道：宋婉，你怎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了？我只是说了你2句，就开始胡说八道，难道是准备害死我们侯府所有人吗？我看你是真的生孩子落下风症了。裴景说的大声，丝毫不在乎我的脸面。侯爷，你误会夫人了，夫人其实早就给柳芝芝准备了膳食，都是有利于出奶水的好东西。裴景皱眉，显然对翠云敢反驳他的话有些不满。今日一早我就请了太医院的陈太医过来开了一些利于下奶的汤药，也按照陈太医的医嘱做了一些膳食，陈太医已经亲自去盯着，现在应该也好了。夫君不如再等等。我话音刚落，陈太医果然就带着一个丫鬟走了进来。那丫鬟手中的托盘上放着2只大海碗，正冒着香气。夫人，这是用野山参炖的猪蹄，最是滋补下奶。见到陈太医，裴景不得不收起怒色。陈太医是宫里伺候贵人的太医，一般勋贵人家也请不来他。他能来侯府，还是因为我父亲做皇商的时候救过他。吃吧，这可是我一大早让人炖的，很是滋补。是啊，这野山参也是难得，就算是宫里皇子公主的奶娘也不一定能吃得上。裴景也没料到我早有准备，一时间无话可说。柳芝芝咬了咬牙，虽心中不甘，却也只能上前端起面前的大海碗。她低头看着碗中油汪汪的猪蹄汤，眉头皱成了川字，一脸为难地看着裴景。有陈太医这个外人在，裴景也只能假装没看到。侯爷，这野山参100两银子1根，我1根全放在汤中。要是有人敢失手打翻碗猪蹄汤，让我的望族营养不良，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当场打死。今日陈太医也在，也请太医做个见证，免得有人说我心思狠毒。我一句话断了柳芝芝打翻汤碗的小心思。谁敢这么说？夫人如此大方，要是有人敢说3道4，那老夫一定帮夫人说话。裴景皱眉，一句话说不出口，脸上都是憋屈之色。柳芝芝只能委委屈屈的端起碗开始喝了起来，只是刚喝一口，柳芝芝就吐了出来，双眼含泪的看着裴景。这怎么没放盐？奴婢知道夫人看不起奴婢，但是也不能如此刁难奴婢啊。这食材是上好的食材，但是不放调料让人如何吃？夫人这手段未免太过阴毒了。裴景刚想发火，你的规矩呢？难道不知道做奶娘的不能吃带调料的食物吗？就算是普通百姓也知道的是，侯府是怎么找的奶娘，莫不是被人骗了？这猪蹄还是老夫看着人做的，你这意思是老夫和夫人一起害你一个奶娘？老夫真是长见识了，今日回宫就跟宫里贵人说一说这侯府趣事。裴景面色尴尬无比，他狠狠瞪了柳芝芝一眼，随后连忙给陈太医赔礼。陈太医勿怪，是府里下人不知好歹，我一定好好教训他。陈太医冷哼一声，并不说话。还不赶紧把汤喝了！柳芝芝无奈，只能皱着眉，一口一口喝着汤，每一口都仿佛要了他的命一般，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我看着心中痛快，
按理说这猪蹄汤是需要漂掉那些油花的，不过我特意吩咐不许飘掉，还要炖得烂糊一点。如今这汤不加盐，浓稠黏腻，吃上一口跟吃猪油也没区别，油腻的让人反胃。她不是要当奶娘吗？她不是要吃好的吗？那就多吃点。柳芝芝一边吐一边吃2碗猪蹄汤，吃了将近1个时辰。等吃完之后，她整张脸都苍白一片，抱着裴望族哭着跑了回去。如此娇气，当什么奶娘？是来当主子吧？裴景脸色变幻不定，忍着脾气把陈太医送出了门。等只有我们2人后，他气呼呼地开口：你为什么非要跟芝芝过不去呢？人家卖身入府已经很可怜了，还一心一意地照顾你的儿子，就这样你还容不下他？以前你的温婉大方原来都是装的。夫君为什么觉得我容不下他？他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吗？宋婉，我本以为你温柔善良，跟旁人不一样，没想到你也是这种小心眼的深宅怨妇，是我看错你了。裴景说完，转身就走。我淡淡的回了一句：往后，柳芝芝所有膳食都会按照陈太医的吩咐准备，希望夫君不要插手，免得陈太医觉得夫君怀疑他的医术，心中不快，在贵人面前说了什么对夫君不利的话。随便你。等裴景离开，我带着翠云跟了过去。看裴景的路线，明显就是去了西厢房安慰柳芝芝了。而我和翠云再次躲在窗口，听着2人的谈话。裴老，我没脸活下去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报仇。再忍几年，将来我一定让他跪着给你赔罪。我听到这句话，嘴角都勾了起来。他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那我还要吃那些东西吗？要的。你要照顾望族，奶水不能断。你放心，等过2日，我让宋婉再找2个奶娘给你打下手，到时候你指挥他们来照顾望族，你好好休息。听到裴景如此说，柳芝芝这才一脸满意。随后2人又开始耳鬓厮磨，呼吸急促起来。翠云气得牙痒痒，回去的路上一直在咒骂，我却很是淡定。小姐，你不气吗？侯爷这样，我们不如和离算了，远离这2个奸夫淫妇。和离？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能便宜了这2个白眼狼，我要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的孩子不能白死，我要让这2个人付出代价。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而已。既然裴景要多准备2个奶娘，那我就贴心的给他好好挑选2个听话好用的奶娘。到时候柳芝芝就真的清闲了。一连10天，裴景都没有来我的院子，甚至连用膳都没有跟我一起过。对外说处理公务太忙了，但是每次跃上枝头后，他都会偷偷的去找柳芝芝。我知道他是在等着我去求他，但是我并不在意，反而睡得更好，吃得更香了。连翠云都说我最近容光焕发了不少。和我的情况相反，裴景和柳芝芝却是越来越憔悴。带孩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裴望族半夜的哭闹，每隔2个时辰的喂奶，足以让他们崩溃。所以没有等到我去求他们，裴景就先忍不住来找我了。裴景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吃午膳。知道错了没？我没说话，只是加快了吃饭的速度。在他说出更让我反胃的话之前，我得先吃饱，免得一会儿没有胃口。我原谅你了，芝芝也原谅你了。芝芝不计较，是她善良，你不能不懂事儿，起码要表示表示。芝芝照顾望族实在辛苦，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你再去请2个奶娘打下手，我这是帮你赔罪，你要感恩。我以前就是太纵着你了，以后不要这么任性妄为了。说完，他看似给面子的陪我用了午膳才走。等裴景离开，翠云对着他的背影啐了好几口。翠云，让你找的人找好了吗？小姐你放心，大把的银子花了下去，那老鸨办事也是伶俐，找到了好几个符合你要求的人。那就带回府吧。妻不如妾，妾不如偷，没有男人不偷腥。柳芝芝是裴景的心头好，但是我不信他能忍得住。2个美艳的奶娘被翠云带回府里，直接送到柳芝芝的房中。小姐，
你可不知道，侯爷看到那2个奶娘，眼睛都直了。柳芝芝当时脸就绿了，红着眼委屈地看着侯爷，还说让侯爷把奶娘赶走呢。我就按照小姐吩咐的，说这2个奶娘都是陈太医帮忙找的，以前都是照顾过皇子公主的，要是赶走他们，难免会得罪贵人。侯爷还呵斥了柳芝芝呢，说她不懂事。听着翠云的碎碎念，我心中冷哼不已。果然男人都喜欢这种调调，尤其是现在的裴景。柳芝芝刚生完孩子没多久，肚子必然跟我一样皮松肉软，难看的要命。柳芝芝想留住裴景的心，就绝不可能让裴景看到她如此丑陋的一面，所以裴景这段时间肯定都憋着呢。如今有这2个美艳奶娘出现，他能忍得住？更何况我如今找的奶娘可不是一般奶娘，都是有大本事的。以前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也知道许多达官贵人的秘事。很多堕落的勋贵人家会圈养扬州瘦马，同时也会调教奶娘。这种奶娘丰腰蜜臀，皮肤白嫩，奶水充足。不过他们的奶水不是用来喂养孩子的，而是来供给达官贵人饮用的。人说奶水是人之精华，最是滋补，所以备受达官贵人追捧。当然，这些奶娘不只是有奶水，同时还有一个绝技，那就是伺候男人。因受过调教，一个个拿捏男人来都是手到擒来，轻轻松松。现在我就希望柳芝芝不要太脆弱，简简单单就被这些奶娘收拾了。西厢房那边发生什么，我并不关注，一心调理自己的身体。不过翠云会时刻盯着。奶娘入府不过3天，柳芝芝就不许裴景过来看裴望族了，用的借口是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不能儿女情长。其实就是怕裴景和2个奶娘有个首尾，毕竟男人只有到棺材里面才会真正老实。那2个奶娘可是精挑细选过的，哪是现在的柳芝芝能比的？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裴景根本忍不住，哪怕柳芝芝阻止，也会风雨无阻1日去看裴望族2、3次，还会假借询问裴望族的情况和那2个奶娘说话谈笑，气得柳芝芝脸色青紫难看。翠云还说裴景不在的时候，柳芝芝还动手打了2个奶娘。小姐，你要不要去给2个奶娘撑腰？不然柳芝芝太放肆了，我担心2个奶娘会不敢跟柳芝芝相争。我却很是淡定，摆手示意翠云不要着急，那些奶娘可不是一般人，自然会有应对的办法。果然，差不多又过去5天，柳芝芝抱着裴望族，主动来到我的院子求见我。夫人，奴婢一个外人，其实不好多说，但是男人总是喜欢偷腥。新来的那2个奶娘实在不像是个好的，每次侯爷过来看小世子，他们就凑到侯爷跟前献媚。奴婢也是担心夫人，所以才来告诉夫人的，请夫人多想想。自生产之后，侯爷也不愿意来我房中，我也没办法。既然侯爷喜欢，那我也不好拆散，我有望族就够了。柳芝芝咬牙，看着我的神色都带着鄙夷和不屑。夫人，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可是侯府夫人，你不能让这些人蹬鼻子上脸啊。我一时无话，端起手边的茶盏，抿了一口。饮完茶，我叹息一声，反正我是侯府夫人，我有望族就行了。希望侯爷体谅，别弄出什么数字出来，到时候影响望族地位就好了。其他的我别无所求。我的话让柳芝芝脸色十分不好，显然她之前没想到数字的问题，要是侯府多了几个数字，绝对会影响到裴望族的地位。我如此不争气，她心中气得半死，却也毫无办法。你下去吧，好好照顾望族，其他的只要侯爷开心就好。柳芝芝咬牙，却也没有办法，只能退了下去。我依稀还听到她转身后低声咒骂我，说我怪不得沦落到这个地步，真是活该。我闭上眼假寐，好像没有听见一般。柳芝芝似乎也觉得没意思，加快脚步准备离开。只是她刚走到门口，就和匆匆进门的翠云撞了一下，一个药包从翠云袖口掉了下来。翠云脸色慌张地把药包收起来，然后也顾不上其他的，直接走了进来。柳芝芝面露沉思，她脚步微顿，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拐角，一副要偷听的模样。见此，我嘴角勾起，鱼饵抛出来了。小姐，这药是陈太医亲自开的，炖好之后让侯爷喝了，就说是补药，侯爷吃不出来的。只要男人吃了，就会彻底不孕，而且不会影响身体健康。我看到拐角的柳芝芝伸长了脖子，在仔细倾听。翠云，我想了想，还是算了。侯爷要是再有子嗣就有吧，这药就扔了吧，免得造孽严重。就算有庶子出身，应该也不会越过望族，大不了就分一部分钱财给那些庶子，左右侯爷开心就好。你把药扔了，免得侯爷知道了，影响我们夫妻情分。奴婢知道了。
我余光中看见柳芝芝一脸愤恨地悄悄出了院子，翠云按照计划拿着药直接退了下去。一炷香之后，翠云开心地走了回来，对我点了点头。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成功了，现在只要耐心等待就好。果然，等我到裴景书房的时候，就看到书房乱作一团，柳芝芝脸色惨白地站在一旁，显然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裴景已经被下人抬到软榻上，我走过去看了一眼，裴景嘴角歪斜，双手蜷缩，整个人已然昏迷。没多久，陈太医过来，他给裴景把了脉，开了一些药。侯爷确实中风了，以后口不能言，全身瘫痪，只能卧床不起了。侯爷正值壮年，本不该中风，应该是吃了什么催情之物，气血逆行才会这样。这药要坚持吃，说不定还有机会。听到陈太医的话，众人都议论纷纷。柳芝芝脸色更加惨白，她看了看脚下带有药汁的碎碗，又看了看我。此刻她已然明白上了我的当。我安排翠云下去煎药，也谢过陈太医。陈太医临走之前叹了一口气：“你父亲的救命之恩，老夫也算报了。以后你好自为之。”我点了点头，对着陈太医深深一鞠躬。为了我，老先生第一次违背了做大夫的准则，我心中有愧。裴景这个人心思深沉，对我和我身边的人都有防范之心。我送过去的吃食，他肯定是不碰的。但是柳芝芝不一样，他肯定是没有防范的，所以我利用了柳芝芝。当然，也没有真能让人一下子中风的药，只不过是一些麻药和让人心悸的药物。这些药也只有3个时辰的药效，裴景3个时辰就会清醒。不过现在裴景中风，府中一切都以我做主，裴景身边伺候的人都已经换成我的人了。我让他们3个时辰给裴景喂一次药，我要让裴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等妥善处理完裴景的事后，翠云过来找我。柳芝芝偷偷跑了，奴婢让人跟着呢，要不要处理掉？派去的人耳目聪明，听到南蛮的开口，说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柳芝芝倒是聪明，知道我会杀人灭口，她率先跑了。听着她的意思，似乎还不甘心啊。裴望族他带走了吗？没呢，只有自己一个人走的。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呢，还做着裴望族继承家产后再出现认亲的美梦呢。不用管他，让他沉浸在美梦里。日积月累，美梦破碎才是最折磨人的。把裴望族送到城外别院养着，我不想看见他。就说我要照顾侯爷，无心照顾裴望族，多派一些下人跟去，按照少爷的规格让人伺候着他，学好学坏也不要管，盯着柳芝芝。如果他去别院当下人，也不要揭穿。奴婢知道了。柳芝芝不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吗？那我就给他时间，让他再做一阵美梦。我期待看见美梦破碎后他脸上的表情。裴望族不愧是裴景和柳芝芝的种，哪怕没人叫他，他也学会了嚣张纨绔。我过去教训过他几次，也不许有年轻婢女在别院伺候。柳芝芝在裴望族2岁的时候就隐姓埋名的入了别院，在裴望族身边伺候。每次我过去的时候，柳芝芝就偷偷藏了起来，她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她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清楚楚。我也知道柳芝芝已经私下和裴望族相认了，不过裴望族并不认她，觉得她身份低微。但因为柳芝芝在她身边照顾了好几年，裴望族也没有把柳芝芝赶走。中间我偷偷去了几次别院，每一次都没有惊动他们母子。有几次我听到他们母子在背后编排我。宋婉那个女人不许我回府，真是可恶！等我之后拿到万贯家财，我一定要把她赶出侯府。我儿说的不错，不过现在再忍一忍，再等几年，等你到束发之年，就可以一雪前耻，也帮你爹和我报仇。不许再说这些，让人听见了麻烦。我儿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别无所求，只要把宋婉弄死就行。再说到要弄死我的时候，柳芝芝整个人都是亢奋的。我没有戳穿他们的美梦，只是默默的离开。裴望族16岁的生辰刚过，别院就送来他的信，信上他说
准备回来给我和裴景尽孝，还说侯府没有当家人，他已经可以继承侯府爵位，而且已经上书朝廷，不日就回来继承侯府爵位，顺便帮我分担事务。我烧了信，心中冷笑不已。这裴望族居然能想到继承爵位这招，而且还先斩后奏了。信到了没2日，裴望族就带人回了侯府。柳芝芝似乎也觉得有了依仗，居然没有躲着我，堂而皇之的跟在裴望族身后。多年不见夫人，夫人别来无恙啊。我没说话，只是看向裴望族。才16岁的裴望族，已经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柳姨照顾我多年，母亲应该好好谢谢柳姨。母亲和柳姨冤家宜解不宜结，往后柳姨就住在侯府。我笑了笑，裴望族跟裴景真是好像有裴望族撑腰，柳芝芝已经得意起来。夫人，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不用等30年，只是10年我就回来了。我知道夫人你生气，但是也只能憋着。裴景喜欢我，望族也尊重我。你最重要的2个男人都是我的人，望族已经答应我了。等送到礼部继承爵位的奏折通过，就让你去别院颐养天年。你也只有望族一个儿子，你的万贯家财也只有望族能继承，你就认命吧。说完，柳芝芝笑得得意又畅快。你也是这么想的？裴望族上前一步来到柳芝芝身边，然后对着我说：“母亲照顾父亲多年，也该歇歇了。儿子以后会多去别院看你的。”2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着他们的脸，我觉得裴望族反而更像柳芝芝。裴望族，你可知柳芝芝犯过什么大罪？你若主动向官府说明实情，我可以替你求情。宋婉，你得失心疯了吗？怎么能说出这么好笑的话？你输了，你知道吗？输的人就要认命。母亲，你注意言辞。裴望族，我知道你是裴景和柳芝芝的孩子，我也知道我的孩子出生就死了。你若愿意向官府如实作证，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过错。似乎没料到我知道真相，2人都有些愣住。不过瞬间，2人都反应过来。宋婉，你这是狗急跳墙了啊！知道这些又如何？你有什么证据？裴望族也不说话，任由柳芝芝继续大放厥词。这些年你活得痛苦吧？明知道养的是我儿子，你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真是痛快啊！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头，我就让望族给你留一口饭吃。看着得意的2母子，我知道是时候把他们打入地狱了。我拍了拍手，一行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裴望族和柳芝芝一愣，同时看向来人，领头的是侯府之前的孙管家，之后是一个中年妇人，然后是裴景身边的书童。3人进来就跪在我面前。看到这3人，柳芝芝脸色变了变。裴望族虽然不清楚状况，但是也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望族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孙管家就是当年听从你父亲的话，把你抱回来，把我儿子溺死的人。这位是梁稳婆，当年是她给柳芝芝接生的。你身上有什么胎记，她记得一清二楚。这是跟在你父亲身边的书童，柳芝芝跟你父亲什么时候见面，她清清楚楚，连柳芝芝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分娩，她也知道。有这3人在，我人证物证可都在了。裴望族脸色变了变，裴望族的目光扫过那3人，不屑开口：就算证明我是柳姨和我父亲生的又如何？哪怕我娘是外室，我依然是父亲的儿子，依然可以继承爵位。柳芝芝慌张了一下后又镇定下来，她再次神气起来。我儿说的不错。我笑了笑，从袖口掏出一张卖身契，在看到我手中卖身契后，柳芝芝脸色瞬间惨白下来。裴望族，你母亲柳芝芝是贱籍，
所以你母亲不光是外室，还是贱籍。一个贱籍所生的孩子，怎么配继承爵位？我已经从裴氏宗族中选了一个孩子，不日就过继到我膝下，到时候就让他继承爵位。柳芝芝冲上来要抢麦生气，不过不等上前，就被翠云拦住。裴望族没想到我算计得如此周全，顿时慌了神。不行，母亲，你不能这么做。爵位必须是我的，她怎么可能是我的生母？母亲，你才是我母亲。你这么多年受委屈了，我愿意去向官府说明实情，是她一直隐瞒身份，我也是被蒙在鼓里。我这就去府衙，把我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柳芝芝脸色惨白，愣在原地。柳芝芝反应过来，慌乱地喊道：“望族，你不能去，你去了我们都会完。”裴望族回头怒斥：“闭嘴！是你一直在骗我，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儿。”裴望族不再理会他，径直出了门。柳芝芝瘫坐在地上，脸色灰败。裴望族回来后，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母亲，我已经向府尹递了状子，说明了柳芝芝隐瞒身份、欺诈侯府的事。”我点了点头，示意护卫带他下去等候官府传唤。大梁律法，贱籍隐瞒身份、欺诈勋贵，当依法处置。通知府尹大人，人证物证俱在。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没有再说话。护卫上前带裴望族离开。母亲，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你可不能不管我。护卫在我的示意下，拖着裴望族离开。裴望族不甘的声音渐渐远去。去请府尹大人的人进来拿人吧。翠云领命，刚走到门口，却忽然惊呼一声：“夫人！”我回过头，只见原本瘫坐在地上的柳芝芝不知何时站了起来，她面色惨白，双眼无神地看了一眼裴望族离去的方向，忽然猛地朝一旁的柱子撞去，一声闷响，柳芝芝缓缓滑落在地，再也没能起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夫人，他死了。罢了，人既然死了，通知府尹大人销案便是，让人把他抬下去，寻个地方埋了吧。我转身把立在我身后的屏风推开，屏风后是瘫软在软榻上的裴景。如今的他，经过这10年反反复复的昏迷，已经是半疯狂的状态，整个人瘦骨嶙峋地躺在软榻上。今日并没有给他灌药，所以此刻他是清醒的，只是他早已没有了力气站起来。他双眼落在远处已经身亡的柳芝芝身上，双眸渐渐开始泛起恐惧。看到了吗？他走了。你们谋划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裴景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声音，却说不出完整的话。我冷笑着看着他，我继续说道：“至于裴望族，你放心，看在他今天懂事的份上，我会把他过继到裴氏远房。我可以让他安稳长大，但荣华富贵，你就不要想了。”你是魔鬼，你是魔鬼。我是魔鬼，是你亲手造就出来的魔鬼。你得好好活着，长命百岁，看着这一切。裴景惊恐地想起身，想求救，但是翠云已经上前，端起一碗汤药，直接给他灌了进去。我缓缓走了出去，身后是裴景惊恐又痛苦的呜咽，我听着只感觉悦耳。裴景的呜咽声在身后渐渐微弱。我站在院中，看着翠云指挥下人收拾残局。柳芝芝的尸体被草席裹着抬了出去，地上的血迹很快被冲洗干净，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夫人，裴望族已经让人送去裴氏远房了，那边会安排妥当。我点了点头，让人盯着，别出什么岔子。我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可第二天一早，翠云就急匆匆地跑进来，脸色难看的厉害。夫人，出事儿了！我放下手中的粥碗，问：什么事？
翠云说：“侯爷的庶弟裴随回来了。”我皱了皱眉。裴随，裴景同父异母的弟弟，自幼被送去边关从军，10几年不曾回京。这个时候回来，未免太巧了些。他现在在哪儿？已经在正厅了，说是听闻兄长病重，特回京探望。我擦了擦手，起身往正厅走去。还未进门，就听到一个爽朗的笑声。嫂夫人来了。裴随站在厅中，身材魁梧，面容刚毅，和裴景有3分相似，却多了几分军中磨练出来的凌厉。多年不见，嫂夫人安好？不知二叔回京有失远迎。嫂夫人客气了。我这次回京，一是探望兄长，二是奉旨回京述职。皇上念我在边关戍守多年，特调回京中任职。往后还要仰仗嫂夫人多多照拂。二叔说笑了，侯府能有二叔这样的栋梁，是侯府的福气。对了，我想去看看兄长，不知方便与否？自然方便，二叔请。我引着裴随往裴景的院子走去，一路上他东张西望，不时询问府中事务。听闻嫂夫人把望族过继出去了，这倒是有趣。我兄长亲生儿子怎么就被过继了呢？望族生母是贱籍，按大梁律法，贱籍之子不得继承爵位，这是规矩。二叔在朝为官，应该比我清楚。嫂夫人说的是，规矩就是规矩。说话间，已经到了裴景的院子。裴景躺在软榻上，瘦得皮包骨头，双眼无神地望着屋顶。兄长这病，太医怎么说？陈太医看过，说是中风，需长期调养。陈太医，就是那个已经告老还乡的陈太医。我心中一沉，他连这个都打听清楚了。陈太医虽然告老，但他的医术是极好的。裴随点了点头，没有追问，转身出了院子。我送他到门口，他忽然停下脚步。嫂夫人，我这次回京，皇上还给了我一个差事。什么差事？清查京中勋贵世家的田产和商铺，看看有没有违规经营、偷税漏税的。侯府在京中产业不少，到时候还要麻烦嫂夫人配合。二叔放心，侯府一切产业都有账可查，经得起查。那就好，那就好。他告辞离去，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夫人，这裴随来者不善啊。当然来者不善，他盯上侯府这块肥肉了。裴随是裴景的庶弟，按理说爵位轮不到他，可如今裴景瘫痪，裴望族被过继，侯府没有嫡子继承。如果裴景死了，这侯府的爵位很可能就会落到裴随头上。我回到房中，让翠云把侯府所有的产业账册都搬了出来，宋家几代人积累的家产，父亲临终前留给我的万贯家财，这些年来我都打理的妥妥当当。可裴随既然能说出清查产业这种话，说明他已经在打这些产业的主意了。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身后一定还有人。夫人，要不要打听一下裴随在京中结交了哪些人？不用打听，很快就会知道。果然3天后，裴随设宴，请了京中不少勋贵。翠云打听到的消息是，裴随和户部侍郎王大人走得很近，而王大人正是当年想要吞并我父亲商号的人。当年父亲还在世时，王大人就想分一杯羹，被父亲挡了回去。如今父亲不在了，他们又来了，
我正想着对策，门房来报，夫人，宫里来人了，说是太后娘娘，听闻侯爷病重，特派嬷嬷来探望。我心头一惊，陪随的动作比我想的还要快。来的是太后身边的周嬷嬷，40来岁，面容和善，说话滴水不漏。她先是去看了裴景，又拉着我的手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太后娘娘说了，侯爷是朝廷栋梁，如今病重，朝廷不能不管。侯爷没有嫡子，这侯府的爵位，太后娘娘会替侯爷留着的。这话说得漂亮，可我却听出了弦外之音。太后要插手侯府的爵位继承，我恭恭敬敬地送走周嬷嬷，转身就把翠云叫了进来，让她去查裴随和宫里哪位贵人，搭上了线。翠云办事利落，2天后就查清楚了。裴随回京后，先是拜见了太后娘娘的侄子，然后通过这层关系搭上了太后。太后膝下无子，一直想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裴随在边关领兵多年，手里有兵权，正好是太后需要的人。而作为交换，太后要帮裴随拿到侯府的爵位，至于我手里的万贯家财，自然也是他们的囊中之物。夫人，这可怎么办？太后插手了，我们根本斗不过啊！斗不过，那就换个法子斗。我让翠云去请了一个人，京城最大的钱庄老板沈万山。沈万山是父亲生前的至交好友，当年父亲立遗嘱时，就是他做的见证。沈万山很快来了，60多岁，精神矍铄。婉儿，我都听说了，裴随那小子不是善茬。沈伯伯，我今天请您来是有事相求。沈万山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示意我说，我想把宋家的产业全部转到您的名下。你说什么？裴随盯着我的产业，太后也在争着。如果这些产业还在我名下，他们迟早有办法抢走，但如果转到您的名下，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可这些是你父亲留给你的，是你后半辈子的依靠。沈伯伯，我相信您。等风头过了，您再把产业转回给我就行。好，我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您说。不要硬拼，保住命最重要。当天晚上，我就和沈万山签了转让协议，宋家几代积累的产业，一夜之间全部易主。夫人，那可是老爷留给您的。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还在，东西早晚能拿回来。果然，第2天裴随就带人上门了。他拿着太后的懿旨，说要清查侯府产业。二叔请便。嫂夫人，这账册上怎么只有侯府的产业？宋家的产业呢？宋家的产业？那是我娘家的产业，和侯府有什么关系？你嫁入侯府，你的产业就是侯府的产业。二叔这话说错了。大梁律法，女子的嫁妆属于女子个人所有。二叔在朝为官，应该比我清楚。裴随被噎住了，他当然清楚，只是没想到我会把产业转移走。嫂夫人果然厉害，难怪能把我这兄长和柳芝芝拿捏得死死的。二叔过奖了。嫂夫人，
我们来日方长。他带着人走了，翠云松了口气，我却知道这只是开始。裴随走了没2天，府里就出了事。先是侯府在京城的几家铺子被查出账目不清，被勒令停业整顿，然后是侯府在城外的田庄被人放了火。我知道是裴随做的，可没有证据，什么都做不了。更麻烦的是，太后那边又来了人。这次太后那边来的不是周嬷嬷，而是一个姓李的内侍。太后娘娘说了，侯爷病重，侯府无人主事，特派咱家来协助夫人料理府中事务。协助，分明是来监视我的。我笑着应下，给李内侍安排了最好的院子。李内侍住进来后，府里的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我也懒得瞒，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暗中让翠云把府里值钱的东西都藏了起来。李内侍住了半个月，什么把柄都没抓到，脸色越来越难看。临走时，他阴阳怪气地说：“夫人真是治家有方，咱家佩服。”我笑着将他送走。夫人，太后会不会直接下旨夺爵？不会。太后虽然权势大，但朝中还有皇上盯着。如果她做得太难看，皇上不会坐视不理。那就好。我却没那么乐观。皇上今年才15岁，尚未亲政，朝政都由太后把持。太后想做什么，皇上根本拦不住，所以我必须另想办法。我想到了一个人，当朝太傅赵伯仪。赵太傅是父亲的故交，也是朝中少数敢和太后对抗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皇上的老师，皇上最信任的人就是他。我让翠云递了拜帖，第2天就去了赵府。赵太傅已经70多岁，须发皆白，但精神很好。他见到我，叹了口气：“你父亲和你的事儿，我有所耳闻。说吧，需要我做什么？”请太傅帮我。你起来说话。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太后想扶持裴遂，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皇上虽然年幼，但聪慧过人，早就对太后不满。如果你能帮皇上除掉太后的势力，皇上自然会保你。太傅的意思是，太后在边关安插了不少人，裴遂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能找到裴遂在边关贪墨军饷、克扣粮草的证据，就能扳倒他。裴遂在边关10几年，不可能干净。我已经派人去查了，只是需要时间。我等得起。从赵府出来，我心情好了不少。可刚回到侯府，翠云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夫人，不好了，裴遂把侯爷接走了。”我一愣：“什么？”裴遂说，兄长在他那里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强行把人接走了。我心中冷笑，裴遂这是想控制裴景，然后逼裴景写遗嘱，把爵位传给他。可惜他打错了算盘，裴景现在口不能言，手不能写，根本写不了遗嘱。就算他写了，我也不认。裴遂把裴景接走后，侯府安静了几天。可我知道暴风雨还没来。果然5天后，裴遂带着裴景的一张所谓的遗嘱上了朝。遗嘱上说，裴景自知时日无多，特将侯府爵位传给庶弟裴遂。消息传来，翠云急得快哭了，问我怎么办，我却笑了。裴遂太着急了，这张遗嘱漏洞百出。首先，裴景中风多年，口不能言，手不能写，这遗嘱是谁写的？其次，遗嘱需要见证人，裴遂找的见证人都是他的人，根本不作数。最重要的是，我手里还有一张底牌，当年父亲立遗嘱时，沈万山是见证人，而沈万山是京城最有名的钱庄老板，他的话朝中没人敢不信。我让沈万山写了一封信，直接递到了皇上手里。我在信中说，裴景中风后已经失去神智，根本不可能立遗嘱。皇上看了信，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审问裴遂：“裴爱卿，你兄长的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立的？”裴遂支支吾吾说不出来。皇上又追问：“遗嘱上的字迹是不是裴景的？”裴遂更说不出来了。此事疑点重重，容后再议。裴遂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可他不会善罢甘休。当天晚上，侯府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房中。我正要喊人，她开口了：“别喊，我是赵太傅派来的。”我打量着她，20多岁，面容冷峻，腰间挂着一把短刀。你是谁？
我叫沈墨，是赵太傅的暗卫。赵太傅让我来保护你，顺便给你送一样东西。我接过来一看，是裴随在边关贪墨军饷的证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这些证据足够扳倒裴随了。赵太傅让你明天一早递到刑部。替我谢谢赵太傅。沈墨点头，身形一闪就消失了。第二天一早，我把证据递到了刑部，刑部尚书看了证据，脸色大变，立刻上报皇上。皇上震怒，下令彻查，裴随被关进大牢，他的那些同党也一个没跑掉。太后想保他，可证据确凿，他根本保不住。半个月后，裴随被判处流放3000里。临行前，他让人带话给我：宋婉，你别得意，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笑了笑，没有理会。裴随倒了，太后的势力也受了重创。皇上趁势收回了部分权力，开始亲政。赵太傅成了最大的功臣，被皇上封为太师。而我也因为帮助皇上扳倒裴随，得到了皇上的嘉奖。皇上亲自下旨恢复侯府的爵位，并允许我以侯府夫人的身份继续掌管侯府。至于裴景，皇上把他从裴随手里接了回来，继续养在侯府。裴随在流放的路上得了重病，还没到流放地就死了。消息传来，翠云拍手称快，我却很平静。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裴景依然躺在软榻上，瘦得不成人形，他的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只是偶尔会发出一两声含糊的声音。裴景，你看到了吗？你的好弟弟已经死了，你的柳芝芝也死了，你的儿子被过继到了乡下，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没了。裴景瞪着我，浑浊的眼泪从眼角滑落。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会让你好好活着，活着看这一切。裴景闭上了眼睛，不再看我。我转身走出了房间，翠云跟在我身后，小声问我以后怎么办。我抬头看了看天，阳光正好。以后的日子该好好过下去了。侯府恢复了平静，我的产业也从沈万山那里赚了回来，一切回到了正轨。只是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洞，那个被裴景和柳芝芝害死的孩子永远回不来了。可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会让仇恨蒙蔽双眼，也不会让过去束缚手脚。我会好好活着，替那个孩子好好活着。窗外阳光洒进来，暖暖的。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了出去。院子里的花开了，红的白的，一片灿烂。我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活着真好，我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